南海，离安水城2000里之外的海面上，一艘仙光缭绕的宝船飘着。这宝船宛若一只贝壳，前后却有100丈之径。在宝船的边缘站着一群南海龙宫的仙交兵。为了招待好敖乙和汉芷，南海龙宫二太子敖谋调来了自己的亲卫队做防护。此地数百仙交兵，个个都是真仙境后期。这一类仙交兵也算是龙宫的一大门面。以真仙境为兵，是此时天庭都难以凑出来的大手笔。这小半个月，敖谋引着敖乙和汉芷在南海游山玩水，不亦乐乎。探访海上仙岛，欣赏海底盛景，参观龙宫宝池，寻找海族秘地，汉芷的心情也稍微的舒缓了一些。将自己养大的师父遭了劫，这就相当于丧亲之痛，汉芷要完全缓过来，还是需要有些时日的。今日飘在这片海域，其实也是无聊闲逛。此时汉芷在跟几位海族原仙境的女乐师讨教音律，一群美丽的海女在翩然起舞，但两家龙宫的2位二太子却站在船头眺望北面的陆地，并未去欣赏这些海女的舞姿。敖乙说到此时龙族的困境，敖谋也是长吁短叹，委婉地言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10岁前的敖乙觉得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11、12岁的敖乙发现自己身周有不少的族人只是装醉。现如今的敖乙却是早已经明白，龙族的问题许多族人都是知晓的，只是无力改变什么。但也有对这种大事不太关心，整天真的就只是醉生梦死之龙。这敖谋就是这般。敖乙背负双手，那有些清秀的少年面容，却有着一份被现实冲刷之后的老成沉稳。吾族何时能再次腾飞于九霄云上，笑傲于百族之间？二哥您管的也是太宽泛了。敖谋在旁边笑道，这般活着不累吗？咱们能想到的事，老一辈肯定就想到了，能做的他们肯定也就做了，咱们也只是白操心。不试试如何知道？敖乙轻轻一叹，刚要继续说话，突见北方有一朵云雾升腾，云雾之中带着一缕金光，在高空中悄然消散。敖乙很好奇，那是？我也不知啊。敖谋扭头吼了一嗓子，龟丞相，过来解释解释。在不远处候命的龟仙人连忙答应一声，背着龟壳，拄着拐杖向前观察2眼。回禀2位殿下，那是人族在祭拜南海海神所产生的功德浮云异象。近年来，南海之地兴起了一个海神教，发展尤为迅猛。咱们也暗中调查过，不知那海神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气运浮云，真好啊。敖乙的目光带着少许感慨，嘴边露出了少许苦笑。一旁的敖谋见状，却顿时怒火冲天。我堂堂南海龙宫都不敢自称南海海神，来人呐，点起兵马，跟我去那异象之处走一走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海神教的海神到底是什么名堂。那龟丞相欲言又止，但是不远处的几名仙交兵的将领已经是齐声应诺。平心而论，就连李长寿这个海神本神都觉得，今天安水城的这个海神大典办的是相当不错呀。且不说在南海之滨这般人族俗世的边缘之地，能够聚起这么大规模的教众，本身就已经十分困难。虽然城内城外的人着实太多了，初看有些杂乱，但是各处却并没有发生任何的骚乱，教众们都在自发地维持秩序，这一点就十分难得。然而李长寿对海神教的这些好感还没有捂热。原本的熊寨村长
如今的海神教大祭司，炎炎夏日裹着一身黑熊皮大袄，坐在那镀金的宝座之上，被4名壮汉抬着登场。这位村长本来就身强力壮，这一幕像极了从城中抬出了一只黑熊精。果然还是尽快回了海神教吧。海神神像被搬往城外的10里的一处山坡上，满城10数万教众追随出来。李长寿的仙识一直笼罩此地，很快就发现了一些颇为有趣的画面。这一路上，花枝招展的少女们戴着花环，手拉着手，唱着歌谣。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一个个精神抖擞，当他们看到心仪的姑娘，就会上去喊2句打鱼时的号子，顺便展示一下自己结实的身板。这种大规模的庆典也是年轻人互相勾搭，也是年轻人互相认识、发展不纯洁男女关系的大好机会。行走较慢的老人们，侧旁都有青壮年搀扶着。活泼乱跳的孩童们被自家大人紧紧地抱着。人群各处还有一些身着长裙、面容肃穆的女子，他们在人群中撒一些沾了露水的花瓣和绿叶，这是海神教给教众们的赐福。大部分教众唱着传教的歌谣，面带笑容，一同追求着海神的背影。整个庆典的氛围和睦又温馨。待神像落稳，8位熊寨神使也是累到大汗淋漓，他们很快就调稳气息，背着双手，岔开双腿，在神像左右分列站立。又有100多名体型彪悍的熊寨青壮，身着黑色短衫、绑腿长裤，背着大刀、双锤等重兵刃，将神像维护了起来。该过去了。李长寿喃喃一声，身形从小院中缓缓消失，施展土遁赶往了神像处。时机已经差不多了。先是注视着这些赶往那片山坡的教徒们，李长寿也只能在心底说一句抱歉。自己并不是一个可以庇护一方的高手，洪荒太大也太过凶险，现在连他自身的长生道果都未能摘得，就算是继续做这个海神，也无法真的护持这些教众。拿了这些香火功德，就要庇护这些拜祭自己之人，这是天道的规则。今日就让他亲手打破这些教众的幻想。啊，大妖！地下刚要冒头的李长寿动作突然一顿，李长寿安放在外围的指道人散出去的仙识捕捉到了天边的异象，果然来了。这次海神教的庆典乃是历年最大，又因为海神教加速扩张，今年已经跟其他教派起了冲突。今日的庆祝大典会招来一些妖魔鬼怪捣乱，这也是在李长寿的推断之内。南海附近林立的小教，李长寿总觉得后面8成有西方教的影子在。今日这海神教大典，有人应该是想要试探一番，探一探海神教的底。如果让你们开了杀戒，这是要增加多少业障啊！东胜神州渡仙门内，小琼峰丹房中，李长寿的本体睁开双眼，抬手收来丹房角落的盒子，在其中取出了3张黑底红字的符箓，暗中贴在了衣袖内。随后双手立刻掐起法诀，结渡仙门的莲花稳神宝印，一缕缕仙光稳固元神，增强自己对指导人的心神感应。与此同时，安水城西北方向大概1200里外，3道黑影卷起一股黑云，朝着水城飞驰而来。这黑云离着还远，尚未被安水城的凡人们所发现。李长寿缓缓闭上双眼，心神同时回归几只指道人身上。这一次不同以往，
他发现这3只大妖就已经决意出手，并未有任何的犹豫，该思量的此前都已经思量好了。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李长寿为了这一次南海之行做了充足的准备，防探查方面做到了自己能够达到的极致。指道人如果遭遇任何高手，有瞬间自毁自动扬灰的神通。另外渡仙门刚刚遭劫，人教门人渡恶真人现身，渡仙门正式成为了被3教认可的人教道场。人教首徒玄都大法师虽然未直接现身，但是渡仙门内有传闻说大法师去了金鳌岛，与截教的几大弟子讲了讲道理，背后有靠山，这让李长寿多少有了一些侧面偷偷瞧西方教一眼的底气。踹是不敢踹的，看一眼都心惊肉跳。稳妥起见，接下来指道人杀妖也必须要装作是路过的人族炼气士。如果放任这3只真仙境大妖去扰乱安水城的庆典，每死伤一个凡人就要算他的一丝业障，这已经是他必须要出手的理由了。派来这3只大妖的背后势力未免是有些欺人太甚。在某些先天生灵的眼中，凡人或许只是能够提供香火功德的法器，就如同道脉一般。收敛心神，李长寿迅速开始迎击。迎着3只大妖的方向，李长寿控制着一只神字指道人，土遁迎出300里，在一处无人的山林现身。先施展障眼法与化形术，从那慈眉善目的蚂蚁老道2次伪装成了一名中年道者，随后又放出5只原版神通的指道人，在此地快速地布置科学大阵，并准备稍后的超度事宜。紧接着李长寿的身形冲到空中，直面西北方卷来的黑云，大大方方地拦在了3只大妖的面前，手中握住一把长剑。不同以往的是，李长寿这一次先将这把长剑拔出剑鞘，一时寒光闪动，这竟然是一把真剑。然而不要被表面所迷惑了，这实际上还是一把洒毒的法器。说是法器也有些不准，这应该算是一件品质不错的法宝，真洒毒专用法宝。躲在黑云之中的3头大妖飞进，发出了一声闷雷般的怒吼。滚！李长寿却是回敬了一声：朗朗乾坤，我人族兴盛之地，岂容你们这些妖魔为祸！言罢，手中的宝剑对着前方扔了出去。他从有琴玄雅的剑侠得到启发，摸索出了简单的御剑术，此刻双手并着剑指，不断结成一支支剑印，看起来也是有模有样。霎时间，那宝剑一分为3，3化作9，带着道道剑光袭向黑云中的3只大妖。这3头大妖清晰地感受到了李长寿这一具指道人的真仙境修为，他们也不敢大意，各自纷纷出手，保持妖族形体，祭起了数道宝光。然而宝剑飞袭而来，这3只大妖硬扛了几下，顿时一愣，这御剑的术法看着威风凛凛，为何威力会这么的弱呢？3头大妖各自冷笑一声，用黑云包裹自身，朝着李长寿凶猛地撞来，对那9把不断穿梭的剑影竟然是不管不顾。然而剑影震动之中，一缕缕无色无味的毒物自剑刃散开，钻入这3头大妖体内，逼近他们的妖魂。这一朵黑云堪堪冲到李长寿身前，诡异地停了下来。那3头大妖在黑云之中各自扑腾2下，也没发出什么嚎叫，3只庞大的身躯落向下方的山林，刚好撞入了隔离大阵。李长寿心底一阵愉快，
这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容易得多呀。抬手一招，那把宝剑染着妖血回到了他手中。李长寿冷哼一声，哼，就凭你们这3只小妖，还逼不出贫道的独孤12剑。言罢，他提着剑朝下方落去，自有一副高人之风范。片刻过后，隔绝阵法内，李长寿震飞那3堆骨灰，收回纸人，捏着噬魂宝珠，迅速搜查着其内的那些残存画面。果然是西方之妖。略微摇头，李长寿破掉大阵，这一具指道人迅速地沉入土中，朝着原本藏身之地赶去。接下来怎么还有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李长寿的仙识又捕捉到了在正北方向上又有一片黑云给飘来了，其内竟然有一只只漆黑的乌鸦，而这些乌鸦似乎都有少许修为在身。山坡底下刚要蹦出来拍翻海神神像的李长寿嘴角略微抽搐，他将大半的心神挪移到了北部某指道人的身上，继续灭妖。他今天到底是来自毁神教的，还是来护持神教的？哎呀，业障当真是麻烦事啊！安水城外，此时已经有不少教众抵达了神像附近，各自叩拜行礼之后，齐声唱读他们的海神教教义。李长寿一部分心神寄托在此地，听着外面万人唱诵，心底也略有些感慨。他对于这个海神教虽然没有管过，但是经过这几天观察，也算是了解了一些。这是一个挺不错的香火神教，除却教内的神使们有些贪财，海神教本身对一方安稳发挥了积极的效果，不然天道老爷也不可能给他这么多的香火功德。